大家好，我係中環11小陳松青篇嘢，暫時仲因為少少補充資料，仲趕製緊。但前日即係2025年9月19號嘅鰂魚涌掘到粒炸彈一件花生事，都值得提一提。當大家為咗鰂魚涌掘到粒炸彈單嘢喺 pantry 度嚇到七情上面嘅時候，我真係打從心底笑而不語。我哋呢班人日日喺太古坊呢個所謂嘅商業心臟地帶辦公扮精英，但原來我哋腳下一直踩住嘅係一個巨大嘅時空膠囊，所以成件事根本唔係咩驚嚇，而係一個極致嘅黑色幽默。普遍嘅睇法係點樣啊？又係戰時遺留嘅危險品，大家小心啲，等拆彈專家搞掂就冇事。新聞報道完，大家繼續返工，馬照跑，舞照跳。但如果你真係咁樣諗，少年，你真係太年輕啊！11少今日就同你拆解呢粒根本唔係普通嘅炸彈，而係一個遲到咗足足80年嘅溫馨提示。佢用最 hardcore、最物理嘅方式話俾我哋知，所有你以為好文明、好光鮮嘅甲級寫字樓同精緻生活骨子裏，都係喺一啲最原始、最粗暴嘅基礎之上建立起嚟嘅。你估太古真係一間純粹嘅地產發展商？咁諗就太表面啦。佢哋嘅角色更加似係一個城市嘅總導演，負責編寫鰂魚涌呢片土地超過1個世紀嘅劇本。呢個劇本由佢個名已經開始埋下伏線。創辦人約翰斯懷亞，英文名叫 John Swire。太古呢個名，即1866年由時任英國駐上海領事 Thomas Taylor Meadows 喺公司於上海開業嘅時候，特登為公司取嘅名。佢顯然係希望呢個名會成為巧妙嘅視覺相關語，從而為公司帶嚟吉祥嘅意義。意思係規模宏大，歷史悠久。你聽清楚，呢句唔係 slogan， 唔係口號，而係佢哋成個集團未來100幾年嘅劇本大綱，一個自我實現嘅預言。跟住落嚟啦，佢哋就揀咗鰂魚涌呢個地方做佢哋嘅主舞台。由1884年正式投產，直接稱霸亞洲市場嘅太古煉糖廠，到1907年開張，有能力建造當時全香港最大噸位船隻嘅太古船澳，佢哋根本唔係喺度做生意咁簡單，而係喺度建立一個自給自足、近乎獨立嘅王國。為咗起個船澳，佢哋直情可以將成座山移走，將海岸線改寫。老實講，呢種已經唔係商業魄力咁簡單，而係一種近乎上帝視覺，要徹底改寫地貌嘅強大意志。喺呢個劇本嘅第一幕入邊，太古就係絕對嘅主角，冇人夠抽。但係劇本寫到1945年，另一班更強勢、揸住 B-24轟炸機嘅美國佬，決定要親手改寫呢一幕。佢哋嘅任務好簡單直接，就係要將當時呢個區域所有嘅權力象徵，包括船澳同埋工廠，炸到爛晒。你唔好以為呢啲只係破壞，從宏觀角度嚟睇，呢個係一次強制性嘅權力洗牌。而我哋今日喺腳下見到呢粒1000磅重嘅 ANM65型炸彈，就係當年主角交替嘅時候，其中一方留低嘅一張名片，一張由1945年左右寄出，但係因為意外郵寄失誤，遲到咗80年先送到我哋手上嘅鋼鐵宣告，上面寫住呢度我嚟過。戰爭結束，舊秩序崩潰，舞台暫時空咗出嚟。喺1959到1962年間，有啲好似張記建業呢類嘅本地開發商，就好似劇本入邊嘅配角，把握住呢個權力真空期，喺廢墟之上起樓，為嗰個年代顛沛流離嘅香港人建立起一個真正有生活氣息嘅社區。最近因為拆樓而重建天日嘅外牆廣告，就好似我哋打機打到一半，無意中發現嘅隱藏彩蛋一樣，記錄咗一段充滿草根生命力嘅溫情插曲。但你千祈唔好以為故事就係咁樣勵志落去，呢啲溫情嘅小故事，只不過係下一幕更宏大劇本嘅短暫序幕。到咗70年代，真正嘅大導演太古拎翻個劇本，決定要續寫落去。佢哋當時已經睇通睇透，未來呢個城市最值錢嘅唔再係機器同廠房呢啲實業，而係定義空間嘅權力。於是佢哋開始玩一鋪驚天動地嘅資產乾坤大挪移，將成個太古王國嘅劇本由重工業風格徹底改寫成今日我哋見到嘅金融商業風格。太古城、太古坊，一座又一座嘅玻璃幕牆大廈拔地而起。喺呢個新劇本入邊，張記嗰堆充滿人情味嘅舊樓，就好似一啲唔再配合新時代美學嘅舊道具，係必須要清場嘅。於是太古聯合埋恒基地產，開始咗一場長達10幾年嘅終極解鎖任務。最後喺2023年，法庭終於撲取批出一個香港史上最貴、價值63.1億嘅強拍令。哇！63.1億
呢個數字就好似一條天價嘅魔法鎖匙，用嚟打開呢片土地最後一個傳說級寶箱。只不過呢個開鎖嘅過程，同時亦都係將上一代人嘅生活印記，將嗰段溫情插曲連根拔起嘅一個冷酷儀式。就喺推土機轟隆隆咁開入去，準備將舊劇本徹底格式化，改寫成最新版本嘅時候，最諷刺、最精彩、最有戲劇張力嘅神轉折就喺呢一刻出現啦。佢哋一夜掘醒咗80年前第一幕主角交替時留低嘅嗰張鋼鐵名片。呢一掘就好似打開咗一個潘朵拉嘅盒，將橫跨3代人超過1個世紀嘅劇本赤裸裸咁攤喺我哋面前，一層冚一層，由太古嘅百年佈局到美國佬嘅暴力序章，再到張記嘅溫情插曲，最後翻到太古嘅資本巨輪，每一層都係對上一層嘅無情覆蓋同埋暴力重寫。喺太古寫字樓入邊，日日對住個 mon 營營役役，被冷氣抽到變人乾嘅打工仔，仲天真咁以為自己喺度創造緊啲咩豐功偉業。其實我哋只不過係喺一個早已被精心搭建好嘅舞台上面，做緊啲有糧出嘅臨時演員。我哋每日腳下踩住嘅，唔單止係以尺價計嘅天價土地，仲有被層層覆蓋嘅歷史，被無情遺忘嘅社區，同一粒真真實實用最硬核方式提醒我哋呢部劇本點樣寫成嘅炸彈。喺呢個城市永不停歇、不斷重寫嘅殘酷舞台上面，你究竟係有份寫劇本嘅人，定係一個只能夠跟住劇本讀對白嘅演員？如果對我哋嘅財經故事及深入分析有興趣，記得訂閱我哋嘅中環11小，仲要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如果想睇更深入、更赤裸嘅解讀，探討呢啲城市劇本背後嘅運作邏輯，記得支持我哋嘅 Patreon。我哋下一集再見。